正如我们所见，无论是基于世俗或是灵修的原因，咨询神谕的传统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实行。然而，在当今世界，这种传承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中面临着失传的危机，特别是在世界上各大宗教和西方国家。然而，藏传佛教在这方面有些独特，因为咨询神谕的传统至今仍然在修行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神谕在藏语中被称为 Kutan， 直译为身体的基础。本尊或神灵能降神于神谕，控制他的身和语，并借其身来做传递讯息、预言或训诫的媒介。降神至神谕的体内的本尊可以是灵性众生、龙族等等，甚至更高阶的神灵，例如神明或护法神。一旦降神仪式结束，神谕就会恢复正常的意识。在藏传佛教的传统中，神谕可以是在家人或出家人。在授权成为神谕前，高僧大德会亲自训练神谕候选人，打通其体内通道，好让本尊或神灵能降神于他。有前置的神谕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被识别，有些是由护法神亲自鉴定的，护法神会随机降神于他，或者通过梦境和其他迹象显示他们已被选为神谕。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会被上师任命为神谕，或者候选人自己可能会提出接受神谕培训的请求。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选为神谕候选人，候选人仍然需要在合格的大师的指导下接受培训。藏传佛教的神谕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降神，但根据神谕传统，官方降神通常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在藏传佛教中，一些受过特别训练的神谕，让本尊或神灵降神至其体内，给予信徒劝告和赐予加持，以及给寻求指引的修行人指示。如果没有神谕，没有较高修行成就的修行者，将失去与本尊或神灵直接交流的巨大利益。所以在西藏人超过1000年的传统中，高僧及特定的僧人们一直保留着这个意义极为深远的神谕降神的传承。在藏传佛教的传统中，神谕对各种护法神进行降神，这些护法神可以是世间护法，或者是出世间护法。这些护法神肩负着神圣的任务，旨在为修行者提供庇护和消除修行路上的障碍。神谕本身就受到高度加持，因为他们通过他们的身体促进护法神与修行者之间的直接联系。在降神仪式时，护法神会在世俗和灵修问题上提供建议。他们赐予加持，甚至施行神奇的治愈之事，使生病的人摆脱各种痛苦。在更高的层面上，出世间护法如多杰雄灯也会给众生开示的佛法教义，引领众生脱离轮回之苦，帮助他们走上解脱之路。神谕是藏传佛教和整个西藏文化的一部分。几个世纪以来，西藏受到佛教的影响，政治和语言等文化机构与宗教习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神谕的传统同样与包括宗教和政治领域在内的各种机构有关联。例如，由达赖喇嘛尊者领导的西藏政府，传统上在国家事务中通过神谕向以下神灵寻求意见。多杰扎登通常被称为乃琼或白哈尔，他是佩阿加坡的语言化身，并降神于乃琼神谕。熏尤陈是佩阿加坡的化身，他降神于噶东神谕。丹玛护法和他的11位女神姐妹，她们降神于丹玛神谕。同样且更重要的是，在宗教领域、寺院以及与灵修有关的事物中，神谕一直受到信赖。出于这个原因而被召唤的本尊包括多杰雄灯护法、喀切马波护法、优玛加钦护法、金甲伊护法、Shiptag Gayani、多杰优卓护法。在为修行者创造有利的条件时，出世间护法表现出佛菩萨的慈悲，世间护法则坚守他们所立的誓言。在此过程中，他们也等同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尽其所能地护持修行者。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总结来说，如果没有神谕，没有较高修行成就的修行者，将失去与本尊直接交流的巨大利益。所以西藏人在超过1000年的传统中，高僧及特定的僧人们一直保留着这个意义极为深远的神谕降神的传承。最后，愿将这个视频的功德回向给所有的母亲众生，愿一切母亲众生离苦得乐。